那上周的心动公益呢，开启了我们的双选邀约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天的约会情况吧。哇，有这儿。哦，你会觉得我有时候话比较多吗？中等，你觉得呢？我其实有时候，如果说话特别久了的话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就想静一静，想闭麦一段时间，就有种那爱人被消耗完了的感觉。那你是 I 人吧？你是不是 E 人就E 可能55%吧。？55，我56哎，我比你多1分。那咱俩差不了多少。所以你也是说多了，可能想歇一会儿那种。嗯。我朋友说你这个人就是可能场比较冷的时候你也比较冷，场热的话就比谁都热。就你也比较看环境。对，看天气。看天气。看天气。我感觉这确实都跟成长环境是一样的，就可能小的时候可能去一些场合，家里边人说先别乱说话，先看看别人怎么着，你再去做一些言谈举止的调整，对吧？我可能也是这样子，然后到后来习惯了，先看看大家怎么样，再去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示人。那你很会观察。我觉得我还挺会观察的，对。你观察一下我。观察一下你。有点不好意思，观察。我努力，我的观察是什么？所以这2天下来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挺相似的嘛。就是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有时候不太会善于表达感情，经常会想通过一些事情去做，而不是通过语言去表达。然后他们说你可能语言和行动是要相辅相成的。我就想说的就是，我的敏锐度很低，像刚开始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忽略大家的情绪。但是你又之前说你是一个泪点挺低的人，那泪点不还是因为这种感性的去激发出来的吗？这种情绪多数来自于我自己。那你会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吗？我非常会表达。所以你也不是非常内耗的人，因为你有情绪马上就释放出来了。对，然后要不就是哭啊，就我很爱哭，但是我哭我就自己哭，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。对，然后哭完就好了，坚强女人。那你是怎么释放情绪呢？我之前一直想通过比如说锻炼啊，然后说出去公园来释放情绪，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也并没有太好的去缓解，它可能只是当时解决了你这个当下的情绪，但没有解决带来情绪的根本原因。那你有可以向你倾诉情绪的朋友吗？我上大学的时候确实，那时候还很多人来找我倾诉了。对，自己觉得你这个还挺像一个情绪垃圾桶的。但后来你就发现，你作为一个心灵垃圾桶，你接收到的负面情绪太多了之后，你自己释放不出去。你是 F 人吗？越来越觉得你是 T 人了。人是会变的感觉，慢慢变的。因为我觉得我的 T 值太高了，所以我希望让自己变得 F 一些。我希望让自己的共情能力变强一些。你需要别人去感化你一下。对，我需要情绪很强的人在我身边。我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。那也不用观察啊。对啊，也不用观察。这开卷考试啊，主要是。对啊。对。走喽，回家喽。你开车一般听什么歌？节奏快的歌。我有2种情况，就是如果和朋友在一块儿的话，可能会听比较激昂一点的；一个人开车的话，看心情。你是会更喜欢人多的地方，还是安静的地方？还是要看当时的一个状态吧。我有时候也有点人来疯。朋友特别多的情况下是喜欢的，对吗？那都是知心朋友，不是那种就可能见了一面的那种，还是挺拘束的。对。那你来上海了，朋友圈也变了。这不是有新朋友了吗？都。
素的。我下课前估计有趣的事儿应该也挺多的，其实也没有。我觉得应该岛上有趣的事情会很多。我也总觉得我错过了很多。哦，他们两个都是后面来的。对，你觉得遗憾吗？我觉得遗憾，但也不遗憾，顺其自然。我相信是我走的路就一定是最好的路。哎呦，真好！咱太有自信了，咱就应该这么想。好正能量呀！对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喜欢或者说爱是无常的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就你可能付出的时候。说我不求回报，但其实你在付出的过程中，你自己也获得了情绪价值，这就是回报。就像我为别人做事情，但是我自己感到开心，这个开心其实就是回报。那么其实我觉得你的理解就是爱其实是要双向去奉献的，对吧？对。在双向的前提下，两个人的这个状态应该也是要相像的。比如说，你在希望别人坚定的选择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一定要坚定的选择别人？这样才是公平的，对吧？他希望是我们是平等付出的。可是这个事情怎么能用公平来评判呢？这么说，公平是在于双方有公平的条件，有公平的基础，但是爱这件事情不是。喜欢和心意这件事情是要看感觉的，它不具备上天平的这个条件。我会希望是双向选择，肯定是最好的。但如果不是双向选择，我也不会后悔我做的决定。那我们转换身份，比如说有一个你不爱的人一直在对你表达，或者说奉献一些东西，你会觉得很难受吗？他想要正向的反馈。如果我已经明确知道我不爱他的话，就是爱好大呀，就是我已经明确知道我不喜欢，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压力。所以说人的情感还挺复杂的。为什么？这个人都很拧巴。就是好运，他说小屋只是开始，所以我觉得来小屋也是找到自己、看到自己的过程。确实，人挺难做的，我知道。还好吧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自己做自己。有点紧绷了，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太预设他要的答案了，他一定要听到那句话，心太急。女生说的是，在我爱你的时候，那个爱你的过程我是收获的，不是说你要去给我做些什么。但男生理解的是双向奔赴。我觉得一定要双向奔赴，但是这个电视不要说出来，就是我看到你往我这边奔赴，我看到你往那边奔赴，这就是这浪漫的地方。但也没有错，因为你光你自己一个人付出久了以后，如果对方一点回报没有的话，那就走了，那就没有爱了嘛。对，是需要双向嘛，因为你还是也想要感受嘛。
但是不能说是我付出了1你就得1，我付出2你就得给我回报2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有些时候付出方也可能是享受方呢。哎，这个我特别赞同。他其实想要吃更多的往他这里来奔赴一点。那还是早了。早了，但不一定啦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因为他是比较后面来的嘛。抓紧机会。对啊，因为他前面已经比人家晚到了嘛。那种感受本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安全感。是，这种不安全感呢，就是尤为的希望给我一些多的回馈，让我知道我们有没有双向去匹配。我特别同意你刚刚说的一个不安全感，因为他有一个说的一个细节，能反映他内心慌得要死。他刚刚那个女孩没给他回应之后，他就说：“那如果有一个你不爱的人频繁的对你付出，他直接把自己说成了自己是痴不爱的人。其实这个关系本身就还没有界定，大家都在了解的过程当中，但是人慌了就会说一个很极端的话。对，他其实是在说他情绪，根本就没有想再问对方，就说你什么了。”可能年轻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情况，就是越喜欢一个人就越想要得到回报，就是人渴望被爱是正常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要求你爱的人刚好也爱你。我觉得如果不是在这个节目里，他不一定会这样，就是在小屋里他是有一些同辈压力的，可能子涵有看到其他的男生有了很多坚定选择他们的人，他会有一种同辈竞争，可能也加强了一些他的这个心急，就还是希望他能耐心下来，让吃更多的就是感受他。我觉得老师好厉害，又一下把我说过去了。我觉得他这样又可以合理，对的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假如你和一个人进入婚姻或者说是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，你能不能接受你在乎他比他在乎你更多？长期是这样一个状态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就是不管谁高谁低，可能都是 OK 的，不可以的吧？哦，不可以 ，OK。对，因为有一个人感受到低，或者有一个人感受高的话，他这个爱他能走得久吗？对呀，他不可能啊。对，就不同频的话，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走特别久的。我刚才说的是不可以的原因是，我觉得不可以不爱，就是一定要爱对方，然后尽情的去爱就好，不要管它高与低，因为高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去爱，低的话等你把你的爱都给到对方，你没有回馈的时候，那也就结束了。特别好，对，就变成了蝴蝶，它就飞走了。这就让它飞走吧。对，就像吃说的，让别人做别人，你自己做自己。我好喜欢这句话，我相信这就是子涵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对，是的。其实子涵在做的这件事情，就是真实的我们在生活中会表达出的一种情绪。是。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或是感情，或者其他的方面，都会有这种表达方式。着急都会有这样的着急，咱们也别太着急，别急啊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理解，但是别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继续让我们感受一下下面的一段故事吧。来吧，他们开始约会啦。这应该是扎染，是吗？扎染哦，对，扎染。那个应该是蜡染。蜡染？我知道扎染。你知道扎染？就扎染的话，就是像这种，就它会散开。它是这样扎起来，然后再这样子。然后像这个，它像蜡染。蜡染它是有图案。蜡染就是它图案上会就不想要让它染到颜色，然后在上面涂一层蜡。然后会进入到染缸，然后染完之后再把那个蜡就是剥掉，再剥掉。对，所以它的图案就会很清楚，就不是那种晕染的感觉。是这个意思。是。面具。我刚刚有看到这个面具，它是那个傩戏。傩戏。对，这个字念傩。傩面具。傩面具艺术。就是见多识广。我是来工作。我们就把这个拼出来吧。好。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，就是我们在线的一头绑一个重一点的小东西，然后这样子从这个土里面这样掉下去就很快。土里面。你待会试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研究一下。这是理科思维。
就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。不愧是游戏天才。OK。哎，那我来拿你的手吧。手小。手小。我的手也不小呢，只是说你的手大。我感觉我的蹼比较大。蹼？对，我的蹼。怎么是用蹼来形容？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的蹼比较大。那这样再点一下，好像蜘蛛丝。是的，全是丝。拔丝地瓜。拔丝地瓜。所以你慢慢的这种性格是像谁多一点？慢慢性格像我爸爸。像你爸爸多一点。妈妈是会快一点的，是吗？对，我妈会快一点。我妈脾气很急。很急。因为我外公脾气也很急。哎，你就是慢慢的。对，我是慢慢的。我感觉我是那种生活中很慢，但是我在很多事情上、工作中我很快。生活很慢是指什么？因为工作很多东西可能是高效率的，就我在这个节点必须要完成，所以我就是很快的节奏，然后我会保证高效率的结束它。但是我在生活中就不会，就我生活中是很随性，就慢慢来，就我也不着急去哪，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。你性格是像你妈妈还是像你爸爸？我性格感觉都不像呢。综合了一下。感觉我的性格是由于他们俩的性格所促成的，因为他俩都很急，导致我变成了一个很慢的人。但我的骨子里，就我以前的脾气其实也很急，但也可能是很多事情，或者说是我自己，可能我在上海也自己待了有5年，就是我其实可能也就是磨去了一些我的棱角，然后会变成一个很稳重的。加上我不喜欢就是说去因为一些脾气上的急，会去和对方发生一些冲突，或者说是矛盾，因为这种事会让你双方都不开心的事情，就说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缓和的处理。那一方的脾气软一点，其实也是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也不太喜欢跟别人发生什么冲突，因为性格方面的问题。就有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生活中更喜欢那种像水一般的相处状态。 Be like water.